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，恭喜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！你们这几天应该都很高兴吧？今天呀，咱们的节目主要来说两件事啊。前半段呢，来说一说这几天币圈的大涨和政治经济局势的关系。后半段呢，最近这个狗屎币又涨起来了，很多人让面具人我分析一下这个狗屎币究竟敢不敢入场，该不该去买狗屎币？行，没问题。我今天会给你们带来最专业的机构拉盘分析。OK， 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重磅消息呀，那就是网传索罗斯入场比特币了。那这件事儿呢，究竟是不是真的呢？虽然面具人前几个月也吹牛逼说过，比尔盖茨、索罗斯、巴菲特还没入场呢。看来这个索罗斯先入场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真的？我们可以期待一下。OK， 好，咱们来说正题啊。这几天的政治局势、经济局势，是不是就像面具人的上一个节目说的那样？不信的可以翻一翻我的上个节目啊，包括上上一个节目啊。我当时预判美国政府的什么中美贸易的说明会呀，戴奇的发言讲话呀，我当时就判断美国一定会对中国求饶，一定会放宽松中美贸易条款的。结果呢，是不是正如面具人我所料的？你别看戴奇前段时间搞得好像很高调呀，给媒体放风说因为中国的贸易条款没有完成，所以呢，我们美国很可能要另外加关税，惩治中国，增加新的关税。面具人前几天一直在说，美国会跟中国屈服的，放松贸易条款的。但是呢，在戴奇宣布自己的公告的前一天，又有消息放出来了。看图，戴奇将宣布中国未遵守首段贸易协议，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征收额外的关税。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呀，妈呀，面具人的群友可就都慌了，都在想，万一戴奇又给中国加关税，那么美股币圈可就又要大跌了，完蛋了，要命了，出大事了。可是我当时在群里面是怎么说的？来，会员朋友们可以给我作证啊！我当时是不是说的，在这最后的节骨眼又出来了和之前放风完全不一样的政治风声啊？那就是美国政府明明是一直在缓和中美贸易关系，可是临近他要发布公告的时候，却又峰回路转说要对中国征收额外的关税。你们觉得这正常不？所以我当时就给群友说了，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带节奏的，反着听就对了，不用慌，你们的币稳住拿住。结果呢，戴奇就在第二天发表声明了，扯了半天，但是如果虽然可是这了那了，却就是不说要制裁中国。我当天听到戴奇这么一说，我心里面就踏实了。我就给群里面的朋友说我的会员群里面，我说你们可以放心了，戴奇说这个话就是铺垫美国接下来认怂的态度。你总不能说让全球最强的美国泱泱大国立刻瞬间给中国跪下吧，这样好像有点太掉面子了。所以呢，打一巴掌给一个糖，总得让人家有个台阶下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说了，美国很可能会认怂的。你看，果不其然，戴奇在紧接着的第3天就宣布了取消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，给予1年的关税豁免政策。那么这种行为不就是宣布停止贸易战了吗？两国修好，你买我，我买你，互相勾兑嘛，搞钱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不是印证了我上一个节目的预判？包括这个中美做生意，他戴奇该拿提成拿提成嘛，该赚钱赚钱嘛，对不对？我上个节目对戴奇的判断一点都没有错。不仅如此呀，我对这个经济的局势
也判断的没问题。你看啊，机构们会趁着中美贸易的公告的关键时期带反节奏骗大家做空，然后就是暴涨暴拉爆你的仓。比特币又暴涨到了55000，以太坊暴涨到了36000，而 AXS 呢？AXS 是我最擅长的项目呀。我上个节目是怎么说的？ AXS 回调的最佳进场时机是$120到$130之间。结果呢？来，大家看图。AXS 是不是始终在$120到$140之间来回震荡？我当时给出的极限点位是$120，是 AXS 最低的极限点位，大家可以在这个点位入场。可是呢 ，AXS 这几天的最低点位是119，和我预估的差不多，差了$1嘛。面具人我能预测到如此的程度，已经证明我够牛逼的了吧？当然了，我只能说我知道的且该说的，不能说的我也不能多说啊。在这个区间120到130、140之间啊，做波段，来回走几波，那这个盈利也是非常巨大的。或者说长期持有拿去质押的人，那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是不是看面具人的节目能赚钱呢？只要跟对了我的点位，对不对？只要跟对了我的项目，我玩啥项目你就玩啥项目，妥妥的赚钱。为啥？因为老观众都知道，面具人我从最早的没啥钱，到现在你看我一天赚几万块钱，一天赚10几万块钱，对不对？这些钱你们都是能看在眼里的。我不但自己赚，我还给大家撒币，对不对？我每个月送出几百美金，甚至上千美金，独乐不如众乐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有机会获得 XA 植物类的蛋，或者面具人直接给你转账500 USDT 美金啊，直接转账啊，直接转账。只要你转发面具人的节目，没办法，哥有钱任性。那至于 AXS 接下来的新点位的话，这可能是你们最关心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我看情况吧，会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公布的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说今天的干货环节啊。狗屎币这几天我看呀，已经涨了5倍之多了吧？可是狗屎币僵尸盘了快半年了，现在却突然暴拉。那肯定就不是散户们的所为的啦，肯定是机构操作的。那么说到这儿了，我就要给你们讲一讲干货了，那就是机构的拉盘逻辑。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，这个整天说砸盘拉盘砸盘拉盘，那这个机构究竟是怎么拉盘的？他们是为啥要拉盘呢？他们的拉盘逻辑在哪里？嘿嘿，以下环节是精华内容，别忘了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啊！好，来听好啊！机构操盘，它首先就是要建仓啊。那么建仓它一般是怎么建呢？要么就是新开的菠菜盘，要么就是暴涨暴跌过后的僵尸盘。咱们今天主要是针对僵尸盘状态的狗屎币来说啊。机构操盘它有一定的逻辑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首先，机构操盘都需要一个建仓、洗盘、拉升、出货的过程。来看图，首先呢，机构想要盈利，它必须要先有筹码，这就是需要建仓。那么一旦建仓，它就意味着要注入资金。那么有资金注入了以后，就会通过 K 线的走势表现出来。表现为具体的就是拉盘。那么建仓了以后，拉盘了以后，还需要洗盘。如果说不洗盘，这中间就会有大量的不稳定的筹码存在，那机构想拉升就很困难。因为如果说你不把这些不稳定的短线手的筹码给洗掉的话，那这些利润就会都被短线手套走了，所以呢，就要把这部分的短线筹码给洗出去，让这些短线手赚不到钱，让这些短线手亏钱，让他们做垫脚石。那机构究竟是怎么能够
达到洗盘别人能够稳定，让这些短线手赚不到钱，让这些短线手亏钱，让这些进场的人成为垫脚石。那机构究竟是如何保证自己能够完胜别人的呢？嘿嘿，很简单呀，因为机构有天时地利人和，以及交易所的配合，以及大数据的核心分析，他们始终都会有办法把这些进场出场的人操弄于股掌之中，把短线手给震荡埋进去。你不要给我说有些人盈利了，有些人亏钱了，有些人解套了，你能看到的要么就是收了钱打广告的人，要么就是幸存者偏差，懂了没？我在上一个节目已经说过了，币圈只要下跌10%左右，那么就会有50%的人会去考虑割肉，听懂了没？这就是人性啊。所以呢，机构它始终都会营造这么一个环境，导致大部分的人，尤其是短线手追涨杀跌，那么这些人反而就会成了垫脚石，对机构的拉盘有利。机构呀，它会故意的震荡，每次震荡都会埋下去一部分人，把他们作为垫脚石。怎么做？通过数据分析估算出进场和离场割肉的人，他们什么情况下会被激发出来这种行为？比如说，我这个币跌到什么点位，他们会割肉；我这个币拉到什么点位，他们会进场。这些都是有大数据报表的，听懂了没？所以呢，经过了几次的拉盘震荡了以后，当利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，那机构就会继续上拉升到了一定的利润以后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就要牵扯到了套利出货。因为机构的资金量庞大，如果说快速出货的话，币价可能会闪崩，造成恐慌性的抛售，那很可能庄家的筹码还没出完呢，大家都会跟着出货，然后呢，币价就会跌到了机构的成本位，甚至更低，导致机构亏钱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庄家就等于白忙活了，还亏钱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币的走势都是配合消息面带节奏，在你绝望的时候给你希望，在你看到希望的时候又给你绝望，然后呢，就这样温水煮青蛙，杀人于无形。并且因为僵尸盘通常它之前都会有特别高的点，然后呢猛地跌下来，导致了很多人躺平。没办法，因为这些大部分躺平的人都是非常高位入的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低位跌下来了以后，他没办法割，他割了以后他就亏惨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仔细来看狗屎币狗屎币是不是在 0.5 然后崩下来的？所以呢，机构这一次拉盘狗屎币，它也很难再去之前的高点了，比如 0.4 0.5 的这个附近。加密货币市场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，如果说庄家现在再拉到之前的高点，他很难保证埋进去的人会比套现的冤魂多，所以呢，它很难接近 0.4 到 0.5 的这个点位，它很难接近之前的高点，听懂了没？但是呀， 0.1 到 0.3 的这个无关痛痒的区间之间炒作一下，对庄家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狗屎币现在呀已经起来了，所以呢和这些散户们也就没啥关系了，除非你能得到内幕消息，得到内幕消息提前布局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现在狗屎币已经 0.03 了，已经到头了，很难再去接近之前的高点了，再往上的话就会有很多高点入场的人的冤魂要解套，听懂了没？所以面具人，我对狗屎币的这一波暴拉
再往后的发展不看好，为啥？来，我问你们一句话啊，你为啥买 AXS？AXS 有什么？可你为啥买狗屎币？狗屎币又有什么？你玩 AXS、XC 至少还能玩，你进场狗屎币不就是为了割韭菜吗？对吧？明白了吧？嘿嘿，今天的这节干货课程不错吧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？如果各位有想要跟着面具人布局早期项目，得到一些提前布局的消息的话，以及一些操作币的进场时机的精准点位的话，请下载 Telegram 搜索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至于想买狗屎币的人，我们过几天就能见分晓了，祝你好运。嘿嘿嘿嘿